雨水无休无止地敲打着老楼的窗户，仿佛永不停歇的丧钟。20多天了，这末日的前奏曲断断续续，从未真正停歇。只有我知道，当这最后的暴雨耗尽气力，随之而来的将是冻结一切的-60度极寒。时间紧迫，我必须尽快升级老楼的系统，激活那救命的末世恒温功能，而关键在于贵金属。昨晚和孟小刀、刘医生敲定了计划，天一亮就出发，目标是最熟悉的那家大型百货商超，它地势高，我曾在里面打过暑期工，布局了然于胸。清晨，我快速吃完早饭，独自走到阳台。空间的存在是我最大的秘密，暂时还不能让他们知道。确定四下无人，我心念一动，一艘快艇凭空出现在浑浊的积水中。我驾着它，悄无声息地滑到孟小刀家的窗边，跳进来。我低声招呼，孟小刀利落地翻入艇内，带着少年人的紧张和兴奋。雨晨哥，我们去哪儿？去最近的大商超。我调转船头，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，破开水面。越接近目的地，水面上的船就越发奇特，有人骑着超大号的充气游泳圈，还有人甚至蜷缩在折叠浴盆里，艰难的划水寻找物资。当看到这些人影都不约而同地朝着商超方向移动时，刘医生和孟小刀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情况不妙，刘医生眉头紧锁，这些人目标恐怕和我们一样，一会儿进去得留个人守船。我摇摇头，不用，我知道个隐蔽的地方，能把艇藏好。我瞥见刘医生紧抿的嘴唇和绷紧的身体，他内心的紧张显而易见。他大概在想，真要遇到危险，他得挡在我和小刀前面吧。就在这时，脑海中的家园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成员满足3人，新任务刷新，招募成员达到6人。任务奖励：黑土20立方，大粒水手菠菜种子2份，抽卡机会3次。新任务来了，外婆自然是待选，她看着我长大，人品信得过。刘医生也在考虑之列，这次外婆生病，更让我看清了医生在末世的价值。这趟出行也算是对他的一次考察。商超很快出现在眼前，曾经光鲜的玻璃大门早已粉碎，黑洞洞的入口像巨兽张开的嘴。我们把艇藏在我说的隐蔽角落，一个被水淹没的侧廊深处。我去藏船，你们小心点，有情况用手环联系。我对2人说完，看着他们谨慎地消失在货架的阴影里，确认四周无人，我迅速收起快艇，闪身进入另一侧的走廊。在一个偏僻的角落，我飞快换上潜水服，目标明确，1楼那些金店珠宝店的保险柜。基地升级卡死在贵金属这一项，升到5级，恒温系统就能启动了。我潜入浑浊的水中，挨个扫荡，连保险柜袋里面的东西一股脑收进系统背包。扫到第5家店时，天籁般的提示音响起，宅基地升级完成，恒温系统已激活。成了，看着系统面板上亮起的恒温图标，我几乎要笑出声，压抑住激动。我快速清理完剩下的店铺，开始向上游，准备去和孟小刀他们会合。手环定位显示他们在2楼的家居用品区，我刚靠近，就听见一阵争执声，几个陌生的声音围着他们，就是他俩。我过来时亲眼看见他们有艘大艇，能装不少东西。一个声音嚷嚷着，另一个看似领头的人开口，语气带着伪装的客气，小兄弟，船葬哪儿了？别误会，我们就想请你们帮忙运点东西，不会亏待你们，给钱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这声音太熟了，是石大山，我那所谓的大舅。旁边赫然跟着舅妈张春霞和表弟。刘医生的声音冷静而疏离，抱歉，我们的柴油只够自己回去，再说你们能到这儿，想必也有交通工具吧。他们想抽身离开，却被石大山那伙人堵住了去路。别那么小气啊！石大山的声音透着无赖。孟小刀年轻气盛，怒道：让开！你们想干嘛？警告你们别乱来！我正要冲出去开骂，人群后面却走出一个年轻男人，他吊儿郎当的开口，矛头直指石大山。喂，哥们儿，做人得仗义点啊！你自己不还有个2米大的浮台呢？怎么不拿出来助人为乐？他故意拖长了调子，带着点幸灾乐祸。哎呀，话说你那浮台藏好没啊？刚刚我可瞅见3个小伙跑得飞快出去了，方向嘛？他意有所指的顿了顿，石大山的脸色瞬间煞白，他猛地想起自己的宝贝浮台，也顾不上堵人了，拔腿就往外冲，想跑去查看。他刚慌不择路地绕过一排货架，旁边的阴影里骤然冲出一个身影，一个蓄满力量的拳头狠狠抡在他后脑勺上，砰一声闷响，石大山身体一僵，像个破麻袋一样向前扑倒。好巧不巧，他倒下的地方赫然散落着一柄清理花园用的大钉耙，尖锐的耙齿无情地刺穿了他的身体，鲜血瞬间在浑浊的水里晕开一大片刺目的红。张春霞尖叫着扑过去，手忙脚乱地想扶起他，却只摸到一片冰冷和沾腻。石大山早已没了气息，他抱着尸体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哭，其他人见闹出了人命，吓得魂飞魄散，顷刻间作鸟兽散。我从藏身处走出来，冰冷的目光落在张春霞身上，大舅妈，我的声音像淬了冰，现在轮到你了。